牙买加是位于加勒比海西北部的一个岛国。牙买加原为阿拉瓦克人居住地。牙买加一词就源自阿拉瓦克语，意为水和树木之地。2500年前，牙买加的原住民从美洲北部来到牙买加，在牙买加连续生活了近900年之后，欧洲探险家哥伦布打破了岛上的宁静。哥伦布在他第2次航行西印度群岛时，他从古巴人那里听说了牙买加，古巴人将其描述为黄金的圣地。哥伦布登陆该岛后，发现牙买加并不生产黄金，岛上的美景却给哥伦布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航海日志中写道：“这是我所见过的世界上最美的岛屿。”为了表彰哥伦布对西班牙的贡献，西班牙王室将牙买加岛赐予哥伦布家族。此后15年时间里，牙买加岛在西班牙人眼中仅作为出口动物毛皮的基地。直到1509年，西班牙殖民者埃斯基维尔才在该岛的北海岸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性的定居点，即塞维利亚新城。西班牙人来到这里后，西班牙对当地的土著居民实行奴隶政策。在西班牙人的殖民统治下，印第安群体因强迫性劳动和缺乏对外来疾病的免疫力而走向衰亡。为了补充劳动力，西班牙从1517年开始将非洲人贩卖到牙买加，这导致非洲裔逐渐成为牙买加的主体民族。由于西班牙很少关注该殖民地，这使牙买加在西班牙占领的最后几年变得异常虚弱。1655年4月，英国的罗伯特·维纳布尔斯将军率领舰队袭击了西班牙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圣多明各的堡垒。在西班牙击退了这次执行不力的进攻后，英国军队随后起航前往西印度群岛中唯一没有新防御工事的牙买加。1655年5月，约7000名英国士兵在牙买加首府西班牙镇附近登陆，当地的守军很快被英军击溃。西班牙殖民者见败局已定，于是他们释放了手中的奴隶。这群获释的奴隶被称为马龙人。对英国来说，牙买加是指向西班牙帝国心脏的匕首。英国利用牙买加位于加勒比海中心的战略位置，破坏其利润丰厚的黄金和白银贸易。当时海盗在抢劫沿途船之后，将不义之财运往皇家港。皇家港原本是泰诺人的渔村，在海盗的经营下，这座城镇在短短15年的时间里，便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1692年6月7日，一场剧烈的地震摧毁了皇家港。随后的30年里，一系列飓风又对皇家港造成了进一步破坏。由于西班牙于1670年正式将牙买加割让给英国，英国对海盗的需求因此消失。海盗的衰落加上皇家港的损毁，导致附近渔村金斯敦的兴起。金斯敦最终于1872年成为牙买加的首都。当时，牙买加已成为最有价值的英国殖民地之一。在英国统治下，甘蔗成为岛上的主要作物。制糖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了满足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殖民者开始将西非人运往西印度群岛。当时从非洲到西印度群岛的旅程被称为中间航程。这次航行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英国奴隶贩子的旅程有3段：从英国出发，带着贸易货物到非洲，在那里用这些货物换取奴隶。之后，船只驶往西印度群岛。在那里，奴隶作为交换当地生产的糖、朗姆酒和糖蜜的筹码。由于过度劳累和饥饿，牙买加西非奴隶的预期寿命仅为7年。由于受到残酷的对待，1831年的圣诞节，萨缪尔·夏普领导了奴隶起义。虽然起义10天内即告失败，但是他引起了英国民众的关注。对此事的调查促成了英国于1834年8月1日宣布废除奴隶制。奴隶制结束后，虽然大多数英国种植园主离开了牙买加，但旧的寡头制度仍然存在。更糟糕的是，之后发生的旱灾导致牙买加出现绝兽。1846年，英国为了摆脱经济困境，宣布取消牙买加蔗糖入口特惠，这进一步打击了牙买加的经济，使牙买加社会矛盾更加激化。此后，美国爆发的内战使牙买加的物资供应被切断。1865年，牙买加发生了莫兰特湾反抗起义，事后超过430人被处决，数百人被鞭打。起义被镇压后，英国于1866年宣布将牙买加变为直辖殖民地。随后的几年，来自印度和中国的移民作为糖业庄园的契约工人来到牙买加，并迅速成为商人和店主。在此后的数十年中，
牙买加的经济逐渐繁荣，但是社会和文化发展却始终受到殖民当局的压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牙买加开展了民族解放运动。1918年，码头工人组织了牙买加第一个工会。1938年5月，糖业和码头工人为改善生活条件举行大暴动。在人民运动的压力下，英国不得不同意牙买加实行自治的要求。1944年11月20日，牙买加新宪法生效。同年12月14日举行大选，牙买加工党在选举中获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牙买加的铝土业、制造业、旅游业有了较大发展，同时美国资本大量流入，取代英国资本控制了牙买加经济。英国为了对付日益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于1958年拼凑起包括牙买加在内的西印度联邦。但是在1961年，牙买加选民否决了联盟条约，导致了牙买加的退出。1962年8月6日，牙买加在英属加勒比殖民地中第一个宣告独立。布斯塔曼特随后成为牙买加第一任总理。1967年2月，唐纳德·桑斯特接替布斯塔曼特出任总理。同年，桑斯特在任内去世。布斯塔曼特的门生希勒随后成为牙买加新任总理。在他的任期内，旅游业、铝土矿开采和轻工业制造业的投资推动了牙买加经济的增长。1972年大选中，人民民族党的迈克尔·曼利击败了不受欢迎的牙买加工党现任总理希勒。在曼利的领导下，牙买加为所有工人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1980年大选，爱德华·西亚和工党以压倒性多数获胜。因他当选后未能兑现取消铝土矿税的承诺，这导致外国投资者的撤资。1987年和1988年的牙买加骚乱与迈克尔·曼利持续的高人气，以及1988年飓风吉尔伯特袭击该岛后对西亚无能的抱怨，导致西亚在80年代末的选举中落败。牙买加人民民族党获胜后，曼利的第二任期致力于牙买加经济自由化，这与曼利第一届任期推行的干预主义经济政策形成鲜明对比。1992年，前副总理珀西瓦尔·帕特森接替因健康原因辞职的曼利，成为牙买加新任总理。帕特森上任后，为了减少贫困，加大了社会保障支出。2006年3月30日，波西亚·米勒接替帕特森，成为牙买加首位女性总理。在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上，牙买加短跑运动员博尔特在他参加的3个项目中都打破了世界纪录。从社会角度看，2010年代牙买加的蒂沃利入侵事件影响了牙买加的发展。蒂沃利入侵事件是2010年警方与克里斯托弗·杜杜斯科克团伙之间的枪战，枪战中超过70名牙买加人丧生。虽然牙买加的谋杀率在2010年蒂沃利入侵事件后下降了近一半，但该国的谋杀率仍然是世界上最高的。2013年，牙买加遭遇经济困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向牙买加提供10亿美元贷款。其后，牙买加每年约有一半的预算用于偿还债务。截至2022年，牙买加的国债总额为135.6亿欧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8%。牙买加境内的自然资源相当丰富，尤其是铝土矿，无论是储量还是质量均闻名于世。截至目前，牙买加是世界上第3大铝土生产国。除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外，牙买加还富含渔业和森林资源。牙买加虽是加勒比地区较富裕的国家之一，然而1/5的民众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牙买加的人均 GDP 虽然并不低，但由于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物价居高不下，导致牙买加犯罪率难以下降，这已成为牙买加面临的最大挑战。